玩家请注意，开始捉迷藏第2季总决赛荒岛求生篇即将开始。恭喜晋级决赛的8组玩家。本期解锁的新地图为珠海荷包岛。决赛场地全面升级，举步维艰的无垠荒滩，踪迹难寻的深莽密林，破败不堪的废弃建筑，全域覆盖约1.5万平方米，难度拉满。请玩家根据手中的地图，在标记的合规区域内进行躲藏，躲藏时间6小时。同时，决赛赛制再次升级，决赛猎人开启不限时搜索 ，X 猎人将在搜捕半小时后解锁。本期 X 猎人的关键词为火凤凰。若60分钟内猎人找到全部玩家，游戏结束，猎人胜利。若猎人未能在60分钟内找到全部玩家，则游戏继续。躲藏到最后的一组玩家获得胜利，胜利者将成为开始捉迷藏第2季捉迷藏之王。最后一场游戏，决战即将开始。5、4、3、2、1，开始捉迷藏。本季最后一期荒岛是我们的终极战场，今天的场地可以说是2季中搜捕难度最大的。沙滩封印了我豹的速度，沙地好难走啊！丛林遮蔽了我鹰的视力，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废弃建筑的重物限制了我虎的力量，这我搬不动啊！但不管多难，我和 X 猎人也要拿下这场终局之战，代表猎人方战到最后。准备好了吗？我来了！先排查一下沙滩，全给破坏了。我现在是破坏王。走走走，这个沙地好难走啊，而且这个沙滩好大。先去其他地方看一眼，不要浪费时间。这里面很有可能藏人，但我又进不去，怎么办？试一下。里面的空间很大，它是通的，太大了，我也钻不到最里面去。这里也没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我再仔细的看一下前面，能躲哪儿呢？这里好像也没有。这里面也太乱了，怎么哪都没有啊？很轻。我有没有电呢？哎！我的妈呀！
我天哪，吓我一跳哎！又不现实了，玩啥呀？火凤凰，他不会拿把火把我们烧出来吧？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叫《特种兵之火凤凰》？我听过这个名字，就是一个讲那个女特种兵的。会不会这次的 X 猎人是女特种兵？女特种兵，嗯。火凤凰是不是一个代号？一会儿会来500个他的战友。大家在哪里啊？我在餐厅这边。我在小卖部，我出来了。我们先聚集一下吧，家人们，来沙滩这边吧，咱们沙滩这边看一看。我觉得可能是他们那种什么特战队员火凤凰，肯定是女孩子。对啊，今天的首要目的就是先活过60分钟，对不对？先不让他得奖，是不是？当然，先把它解决掉。就如果有可能的话，互相帮助。当然，互帮互助。然后我们再自求多福。可以，不能让他赢。对呀，总不能让他赢，对不对？就一定大家要躲过这60分钟，因为谁赢都是我们的共赢，唯一就是不能让张心动赢。我们的玩家必须得获胜，目标一定是我们要赢。我一定不能让张心动赢。这片海好大呀，这整片海滩都是我的。现在大家欣赏一下美丽的风景，先不要有决赛的紧张，好吗？大家，让大家看看我们漂亮的海岛，听一听大海的声音。今天太快乐了，美女与狗，咦，握手，握手。握手，握手。小狗，你是有心事吗？没意思，无趣的男人。真想在这儿坐一个下午，真的好舒服。我们先把整个沙滩都逛一遍，快速逛一遍，因为我觉得来到岛上，其实最应该看的就是离海最近的地方。看这边有这种寄居蟹挖的洞。我看到这个岛，我的第一感受是非常熟悉，因为我自己本人算是半个岛民。我之前是在福建的一个岛上生活了有半年的时间，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既然都来到这么自然的一个环境，就是要找一个很自然、很贴近大海的地方去藏一下。这样才有海岛的那种海岛属性。我们这次场地有近一半的面积都是沙滩，要想融入环境，藏进沙中，毫无疑问是最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沙滩上的痕迹一定是，要么是越少越好，要么就是越多越好，又不能让这个脚印太明显，而且它一定会观察这个脚印。沙滩中的一个小角落，我觉得其实是还挺难找的，因为它大概率得搜捕很久的沙滩，这个过程其实很耗时间，而且偌大的沙滩，你藏在里面真的很难被发现。这是厨房后厨，这是个后厨。对。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水深箱挺深的，它能藏人，你看到吗？但这个赌性很大，就是这一看就能藏人，猎人肯定会来。我太了解他了。没这么白给哈，进去踩一脚试试，没啥问题。哎，你看这里有个洞，感觉我可以备选的地方，因为特别的小。这不行，他肯定会翻。应该不会有这么拼吧？躲在这里面。水木屋这边肯定没人躲，因为这个太明显了。这我现在室内我都不想看，因为我上次给我整伤了。为啥把你？我不是做那个宇航服嘛，然后我就是觉得凭空的要造个景，其实太累了，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利用环境，对，利用环境才是最简单的方法。哇，能到这么高！哇！哇，阿龙啊，这种柱子你能上去吗？
可以上。啊！这是什么？哇！啊！哇！我天哪！哇！还可以救到我们吗？可以，你们试试。哇！不行，我也来，有天赋啊！伸不直。这是什么动作？常规操作，我们别玩了，赶紧搜索吧。妞妞，过来。今日我就是主导的狗主，你要想吃，今天就带我玩，知道不？猎人来了你就给他拖住，咬他。你真的在喂狗啊？狗玩。那我包里刚有鸡胸肉干，还有香肠。你真的在喂狗啊？哎呦，好狗！给我手给我。哇1秒幸福。哦，可以。哇，它跟着你走了，真的就。过来。过来！哎，看，好狗。你叫什么名字？你们是3兄弟吧？过来，全是我的兵今天。不要抢，好，休息一会儿，不够吃了等会儿。如果有人来找我，你们要咬他，知不知道？要冲他叫。猎人有 X 猎人我也不怕，我有4小只，过来，我比谁都威风今天。去你们家里看看。你去哪儿？我可能会去丛林或者建筑里面找一找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它就是有一个建筑区，然后有一个丛林区，还有一个沙滩区。肯定不考虑沙滩区，因为沙滩区太平整了，而且我就是没什么地方可以藏的。沙滩区域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天气，它其实不是非常的晴朗，我担心有风或者是有雨。如果我躲在沙底下，很容易就是被风扬起沙，或者被雨淋湿之后，我就会暴露出来。先一起走，先去丛林那儿看一下。可以，走。今天的赛制不一样了，今天的目的首要是先躲过60分钟，所以今天要精彩中要求稳，不要太着急，是不是？所以我想这一期主要是藏好最重要，是吧？啊，我也觉得。其实这里还是挺好的。我现在要进去看一下，因为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说，丛林区比较杂乱，可能不太好搜。你想选在丛林区吗？我想在这里，因为我感觉这里还挺稳妥的。因为我这几期看到张心动搜捕的那个路线之后，我发现它有很多地方它其实比较懒得去搜索的，甚至它有可能在等 X 猎人来了之后再一起去搜。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有没有地方藏。哦，我虽然进了这个丛林很里面，但是它那边就直接接着沙滩了，其实还是通的这个地方。所以如果在这里的话，其实还是要选一个稳妥一点的中间的难找的地方。要融入。对，要融入，不能够直接在这里面待着。我在丛林里面也转了一圈，所以我就衍生出一个想法。我想说，我今天能不能改造环境里原有的东西？因为这个场地中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树干，猎人看到也不会觉得很突兀。我刚好找到了一棵白色的一个枯树根，然后它有一个洞，所以我想，不如我改造一下这棵大树根，我就躲在这个树洞里，然后上面再用材料和树皮盖住，就当做是在丛林里自然枯萎的树干，把我自己更好的隐藏在这个里面，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所以我最后就用了树根这个方案。各位玩家请注意，距离躲藏结束还剩5小时。我这就已经过了1个小时吗？我现在这个图5分钟把它迅速搞完。我还是决定躲在这个柱子的下面。这个应该是救生员在这个地方吧？是不是在这种结构上再拓展出去一点？往上还是往下？肯定往下了。像这样的肯定地基打得很深。对啊，否则立不住的。是的，对不对？哦，它这个可以替换的，你看到吗？哦，它相当于打了个地基，然后歪的是正岗，地基其实还好。对，它可以把它拿出来给塞下去。而且这里已经到边界线了耶。对，这柱子也好，其实往下做一个差不多的地基。
跟那个思路差不多。可以。25公分。其实我只要在这里按照前面那个柱子的灵感，做一个类似像地基包着它。地基的作用是为了露出呼吸管，藏在沙子里处理呼吸口很重要。2个呼吸口形成空气流通，一个呼吸口可以开在假地基处，另一个可以开在沙滩上，并用杂物掩盖。为了防止猎人起疑心，我必须复刻4个相同的地基。首先，沙滩上有10个亭子，我躲的亭子下方有4个柱子，所以我只是躲在1根柱子的旁边，那我有1/4的存活概率，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案非常完美。25直径，两边留10公分就可以，这是不要的。这个已经做好了，到时候就拼成这个圆柱，旁边还要做一个差不多这样的高度的盒子，上面做几个假的螺帽，让它看起来就像个地基一样。那下面是个我隐藏的大的空间，所以问题不大。现在去核下这个尺寸，尽量往那边靠啊，等我。它是若隐若现的，大概就这个意思，把它再堆起来。到时这个缝隙做完以后会没有啊。OK， 行得通。我来挖沙啊！哎呀，沙子还相对好挖一点。你找到筒子了吗？我看到那边有一个铁桶，我觉得很好。这个底下是开口的，所以我从下面钻进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你需要把它就是裁切还是怎样？我要给它设计一个盖儿。你看我在那边翻工具，然后翻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啊，这是那种能抽空气的 ，yes， 是吗？抽气机就是大家不是有时候会打包一些像被子啊、羽绒服啊这种，然后就用这个这样一吸，然后就可以到真空状态。哎，大家有没有知道一个实验叫马德堡半球实验？大概16、18世纪这样的欧洲，有一个人做了一个非常出名的实验，叫做马德堡半球实验。就是呢，他把2个铁的半球紧密结合过后呢，在上面开了一个气阀，然后他同样就是在那个气阀里向外抽气，2个球形成的这个空间里面呢，就到达了一个接近真空的状态。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挑战，就是两侧用多少匹马去拉这个半球，能拉开这个半球。然后最后是到了16匹马，依然没有把这个铁球拉开。这个实验证实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存在大气压的。所以呢，我就是想藏在铁桶里面，然后在上面做一个这样的真空装置，然后把它做好了过后衔在这个铁桶的上边缘。因为游戏规定不能完全封死，所以在真空装置的下半盆中间开洞，贴上亚克力并密封，猎人打开气阀，透过亚克力才能找到我。所以那它很难打开吧？如果你穿真空，那我肯定会，我给他留一个气阀，它需要放气。但我觉得以张心动这样的蛮王，他肯定想不到。他肯定是会拉，然后拉不开，对不对？那你要把里面真的抽空的话，那个气压应该会很大，应该是它完全拉不开的。对。我们现在搜集一些看能不能用的工具。这个是可以把这个沙滩上的你周围那附近的脚印给这么刮平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可能收尾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哎，有个推土车，我们待会借一下推土机，我们试一下手感啊。我今天的躲藏方案是躲在沙中，所以挖坑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所以我用了推土车，其实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时间。这次买我的位置，我大概决定了2种方案，一种是最远点，离树林比较近的边界区，它太容易被看到了，因为本来就没什么痕迹，那块没有人去，然后有一块新挖的土，我觉得特别明显。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边，就是靠近我们这个淋浴间这边的沙滩。我的目的地就在这儿。太深了，
那这么多就够了。你的头怎么办？练？我会找一个桶子，这样，这可以，藏在这儿挺隐蔽，但是周围的这个沙子的痕迹，尤其是推土车的印子，所以我待会想拿这个推土车把这个地方全部都走一遍，全压一遍，全压一遍。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让整个沙滩布满我的整个车辙印，这样张心动就不会根据我的这个挖土机的车辙印找到我的那个最终藏身之处。动用大型工具唯一的缺陷就是会留下明显的痕迹，但是通过我这招将不合理的车辙遍布全海滩，那猎人也就无从下手了。同时呢，我又用挖斗去挖了其他几个坑，就是想让迷惑他的视线。本来我们打算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反而呢，现在沙滩上人太多了。你看那边，那边已经要开挖掘机的。马奇老师、小马还有小鱼都要藏在户外，我们决定去室内搜一搜了。室内吧，大家都在户外，反而呢，室内会比较安全一些，感觉。会不会有人躲在沙子里？拉杆拖一下。我很怕他直接骑到我身上。我感觉可能跟草有很大的关系。哎，就藏在这个地方休息区，给他整一个灯下黑，我觉得一览而无余啊，这完全没有地儿藏啊。这些桌子都是一眼就会被发现的。这个2楼是不让上的，这个冰柜倒是可以，我觉得把这边码满饮料。但是有一个点啊，这还点不了外卖，你不可能装饮料了。它这个禁区有点太多了吧？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1楼不是禁区，2楼是禁区。猎人看的时候会不会以为这整栋都是禁区？这个餐厅的2楼是禁区，但是1楼不是。猎人一看4个禁区。对，而且进去之后那个一眼看过去全都是桌子跟椅子，感觉没有什么地方能藏人。我觉得他肯定就扫一眼，他可能就走了。妙，就找到这儿了，就藏在这里。这底下是空的。哎，别，哦，这底下是空的，好大一块。哎，这个可以啊，好位置，好位置。你就看底下能不能进去。那有个门，我看见了。我们到里面把这个把手卸掉，可以拧掉，把这把手拧掉，然后把它卸掉，然后从里面把它封死，他就只能从锅里找咱们。蛮宽敞的，非常巧思的一个方案，非常的巧，它上面只有2个火锅，然后我们把火锅卸下来以后，把自己的头放进去，2锅头，没错。真正的美食往往需要简单淳朴的烹饪技巧。OK， 我觉得这地儿这可以啊，这个地儿，这地儿真不错，而且它也是个对称的形状，你看到吗？非常对称，没错。这个手搓可搓不出这么对称的。这个方案先定了。走，我们先去那个防务区看一下。你今天有什么思路没？我一直想做一个能吓他一跳的东西，又能融入我的躲藏方案里面。哎，我觉得这个区域好。你想怎么做？你想做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从第1期我就带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东西，现在一直没使用上。啥？就是一个电弧发生器。我想把这个利用起来，因为刚刚我在前面啊，我们在搜索的时候，我看到好多电表箱。所以我想着在这里可不可以做一个上一堵墙，做个电表箱，然后拉点电线，是不是？我的电弧发生器就用得上了。因为3D 打印机今天我觉得不能用了，因为它已经知道我在一直使用3D 打印机。对。如果我的3D 打印机出现，那就是直接就马上就是这个地方。对，这可以当个备案，再看看别的。哎，在这上面加高一层呢，做个那个电表箱什么的，躺上面，然后还是个有电的装置，行不行？就这个地方。我上不去。好吧，你要不要试一下躺这里给你加高？但是这个高度我躺不进去呀。是淋浴间哦，厕所，远到边框了。那我觉得还是你的刚刚第一个那个想法最妙。对，那我就定第1个方案了。好，那我们暂时解散好吗？好。所以我们现在看有没有一些废旧电表箱，发现一个野生电表箱。
幸好没碰，这有电的，这连着的，这应该是他们搞工具用的。看一下这个区域，这个没接电，我觉得是可以利用一下的。好，接下来切割木板，然后喷漆。好，可以了。今天的想法就是找个洞，今天不能让罗家豪当洞王了，我要在各个地方找找。这一期毕竟是总决赛，那我就是要回归初心，还是利用我的柔韧性躲进狭小的缝隙中。白给。水缸里面，这有多深啊？它会照吗？一低头就看到了。不行，这里面是地儿。找寻一下我的洞。哎，这儿有个洞。平常树根是埋在地下的，但是因为是算像是景区一样的地方，所以它会有木板跟土，还是会有一溜溜的距离。我觉得好像我刚刚好可以塞进去。我决定卸这个。哎，我去这个螺丝刀。这是你家呀？我看一下你家里啊，怎么姐？你们一家4口住这么大地方？哇，你看看，这31厅啊，这房子。你们不要进，我去你家看看，不要急，你们先走开，我要进去。你要跟我一起进去啊？你不要亲我啊！过来，过来，过来！你们过来，过来，坐好。哇！里面好大嘞！他住的挺好的还，这个房子。我就想这么蹲在这，我让这里立一块板起来，立一块板，然后我在板这边给他投点东西吃，然后就在这里吃东西，那猎人就以为这里没人了，对不对？我觉得可以。我一开始是想，我说，哎，这一季爬了3次房子了，再爬的话，觉得哎罗家豪好没新意啊。当时又要想罗家豪又爬高，我觉得那就玩的开心，那就是躲在狗窝里面。你不要进来，我出去了，你走开呀，我没有吃的呀。长这么大第一次钻狗窝啊！哎啊，跳3按跳会长高。等会儿我躲在里面，你们4个在门口给我守着，知道吧？人来了就叫，啊，我就给你们吃，行不行？好狗，只要狗狗一直待在狗窝里帮我打掩护，猎人看到狗窝里只有狗狗，自然就不会多想，相当于给我加了一层保护罩。各位玩家请注意，距离躲藏结束还剩4小时。面对决赛也想做的好一些，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嘛。其实我在第1期就带了我的电弧发生器，一直没用上，今天终于可以用得上了。还有电子火柴，这个的话就是它通电就可以发生电弧，主要是为了有电流声。电子火柴主要是有视觉火星和冒烟效果，所以当猎人打开以后就会被吓到。那我们现在开始组装，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第1期水枪用的智能模块门窗传感器。这个装置一共有3个口，第1个是给它供电口，第2这2个就是它的开关，你可以理解为墙面开关，只不过我们把这个按压的动作变成了智能化，就是通过远程控制让它自动启动，就这么简单。那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吧。好，成功。这次就是把装置全面升级，我要剥夺张心动的视觉和听觉，让他根本找不到我。2个部分都为防止摸到，都设置仅通电1秒，打开同时触发，然后断电，保证安全。只是吓唬猎人，而不会伤害猎人。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不会再去碰这个电表箱。
量的差不多一个正好外径卡外内径卡内的，然后我们一会儿把这个盆的外盖切割一下，切割完了过后再把我们的这个盆扣上去，正好就把它原有的这个完全密闭的上面变成了我们这样一个马德堡半球的上下盖儿，这样盖了上去。现在我要给这个上盖打3个孔，分别安装把手和气阀。上一期我还在给小马打下手，今天我直接上了电钻，这对我来说是个很硬核的尝试。哦，它不只是使用一个工具，更像是我从理论派玩家向实战派升级的一个信号。OK， 那我们马德堡半球的1半球、上半球已经做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给下面的这个盆切一个洞，因为这样的话，张心动打开上面这个盆，从这个可视窗就能看到我了。小雨，哎，能借一下剪刀吗？给你。我突然想到马德堡半球是吧？它好像需要16匹马都拉不开，一边8匹。而且因为我这个比当年他们实验的那个尺寸还要大，所以其实需要的力气会更大。是的。经过复杂的运算，能够算出张心动要拉开这个盖，需要用大约是28640牛顿的力，也就是说大概是3吨的东西。我觉得以张心动他再蛮王，他也根本就不可能拽得起来一个3吨重的东西。张心动要对抗的是整个大气压。我们的装置就大致完成啦，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半球，抽气放气，中间气密胶圈，下半球可视窗，3部分。OK， 大功告成。这里这么多木板，我吧开机一双手，天下自己打。今天手工达人改造狗窝，跟小狗们相处了快1个下午，我就觉得哎，关系也挺好的，帮他们做一个升级吧。非常棒！你别说，哎，你还真别说，这真好，打起来以后。就给他们稍微装修了一下，钉个木板啊，然后铺上地板，就觉得这样稍微看起来觉得那个狗窝很陈旧、很合理的一个存在。这样我藏的也合理，狗狗以后住的也舒服了。我让猎人知道娄家豪不只是会爬高，还会手工。气钉枪这会儿有人在用，我先去做狗窝内的隔板。你看我厉害吧？平不平？整不整？我是不做手工，我要是做手工，没有马老师那个讲出什么事情了。跟你讲，全被我打败掉。哎，可以啊，你看整好，非常完美。这个房子它是一个房子型的，你看上面一个三角形，上面一个长方形，对不对？我从这个地方给它喂狗粮，这个口是可以动的，它可以推过来，它就掉了。我就哎，娄家豪在里面。就这个板不是太大了吗？进不去，然后我要在这开个孔，直接这么，我就这么推进去。我今天属于大工程，推翻前面的所有体能项目，今天改成手工。为了这个捉迷藏之王，开干！小雨，我问你个问题啊。好。我要把这个桶子埋在里面，然后我整个人躺在里面，头这么躺在里面。哦，你这个是为了你透气的是吧？对，然后分析一下3个孔应该 OK 嘛？然后这个深度的话，我差不多埋在这儿。因为你埋在沙滩里，你整个人是没办法呼吸的，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桶子，这个桶子呢完整的罩在我的基本上是胸以上的位置，同时我的手可以在里面进行基本的活动。我还给自己开了3个气孔。然后我用塑料瓶也同步裁切了3个管口，这样我就可以把自己埋得更深一点，让猎人不会踩到我的桶子，从而发现我。我觉得3个孔完全够了，它热空气上升，这个地方是我呼出去的地方，这个地方上升，然后冷空气下沉，然后是不是可以构建一个循环，2个循环？一般正常来讲的话，可能侧面2侧打孔会好一点，但你侧面不是要盖沙盖上来吗？对，所以你就这样。为什么2侧打孔会好？就是对流啊，因为这样对流，对，空气水平的，对，因为你这边都是沙子嘛，对吧？2边进中间出呗。
今天的这次躲藏毕竟关乎着捉迷藏之王的称号，所以我对每一步的精准度都非常的谨慎。而且我今天也利用了推土机挖洞，利用空气循环原理制作呼吸孔。在道具制作方法的维度上，我觉得相比之前是一次巨大的提升，整体的效率和合理度，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OK， 在这儿做沙雕，我想就之前我们因为有一些淘汰的小伙伴，他们也有一些躲藏方案很精彩。然后呢，因为我们是最后一期了，他们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来到最后一期我们的总决赛，我就要把他们的优秀的方案、好玩的方案做成沙雕，然后挑衅张心动。我做一个梦欢的马桶，梦欢在这个香港街不是藏在厕所里面吗？让张心动看到有一些似有若无的回忆，写一下他的名字。对于我来说，这些沙雕不仅仅是一个陷阱，它也是一份记忆，是离开的小伙伴们的心血。灯笼，同时它也在提醒着我们要承载着他们的寄托，继续前行。我觉得差不多了。我现在处理一下这个地基，地基表面我会用石膏绷带糊一层，不用弄太平整，稍微有点坑坑洼洼的，刚好做出那种风吹日晒过的旧旧的感觉。好像有点意思，等会儿再用这个颜色再调一下，拍一下就可以了。再找一些假的螺帽，我要找个螺帽。就这个，我等会儿可以放在上面。哎，大小正好啊，拿。哎，这个你看，白色的，白色上去就完全很像了，这颜色都不用，干了以后更像。摸上去手感也可以，手感是硬的，像不像？哈哈。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往上再糊一层石膏，这样可以把表面做得更扎实、更真实。先把这个先给它抹上去，然后再放上去，这样可以有一点岁月感。刚才我看看总决赛，大家都挺努力的，就你看娄家豪他开始干手工了，这是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自己开始定板了，所有人都很努力，我也不能输。今天我结合了各种玩家的躲藏因素，小潘的边缘玩法，沙子遁地的玩法，第一季柱子的玩法，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捏在一起了，我做成了一套超级组合拳，就是为了在总决赛今天对抗猎人。我希望今天能赢。花花，你想藏在哪里？我藏木板下面啊，它就掰不开。我可以帮你拿电钻吗？我正好有电钻。可以，太棒了！哇，太快了！钉子收集好。好的。哎，小心啊，掰断了也不太好。这个地方有一个。哦，这么深呢？哎呦，小心！第一期和最后一期，我感觉形成了一个闭环，就是都在坑里嘛。但是我这次的方案相比挖土，有了更为坚固的遮挡，可以说是质的飞跃。而且我也自己利用了一些工具进行了躲藏地的制作，也在小马的帮助下学会了用电钻。来这儿就是要不怕苦不怕累，就是尝试多元化的自己。就这放旁边吧。哦，可是这块承托板，这块板子这得我可以拿锯子把这锯掉。应该切完了哦。OK，Thank you。哦。好像还可以吧啊！树洞底下的大小，在我蜷缩的状态下，刚刚好可以塞进去。我的这个躲藏方案，我觉得挺牛的。把这个贴上双面胶，然后把这个帽子跟这个花粘在一起。没错，怎么老掉啊？这真是个完美的方案。
待会儿我们就把这个钻进去之后从里面封死，但这个封死有点太无敌了，我们就把头露出来。但你得找个东西盖一下吧。现在咱找点东西看，这是好东西啊。根据游戏规则，我们是不能完全封死躲藏点的，所以我们就把头顶的锅盖去掉，用花束作为掩盖我们头的装置。你看猎人到这里，他这个花他就给我扒了一下，你就出来了。得稍微把这个花戴到你头上，戴死一点，就把它做成一个帽子戴在你头上，就等于它葫芦的话，它一般葫芦不掉，它只能这么着把它拿起来。可以啊，粘上了这些，就我放里头看看。哎，这个有点空啊。这个花从这儿透光，所以得把这个盒拆掉，然后这个花泥直接顶到头上就好了。接下来是个园艺的工作。我们之前在餐厅一共找到了2个花篮，但是其中一个花束布局过于集中，漏的，它的底座是漏的，可以看到底下那个洞跟草帽。我们把它拔了之后重新插了一下，就是为了不让猎人直观的看到我们的发际线，所以我们赶紧把那个花就重新插了一下。没错，第一次插花贡献给了捉迷藏。为了躲藏，学会了很多新手艺。虽然过程是相对繁琐的，但这也算是我们的一次新突破。它这装进去其实还好，我觉得不是很能看见，可以吗？还行，我觉得他看不出来。来，狗旭，我们试一下。我们这个太巧妙了，没错。反而我觉得这个方案很好，非常好，因为这里本来是2个锅，然后我们把锅拆掉了，把头伸出来，这叫什么？2个头，而且这个转盘还能转。2人转，卷一下，让它好造型一点。按照树洞的弧度裁剪一下。现在纸壳已经裁好了，然后现在准备用树皮和纸壳做一个结合。这次我要做一个更精妙绝伦的与大自然完美融合的躲藏方案。怎么做啊？真疯了！反而呢，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呢？可真是为难住我了。对，如果是插贴上去，然后盖东西肯定不合适。那我还不如那个直接补它这个洞还好一点点，因为现在已经不用插了，所以我打木龙骨，一个。好了，我现在要放弃我的第一个方案了，我不能给它做个盾牌，因为我发现我这个盾牌上去之后完全就盖不住它，而且因为它的弧度太多了，所以我根本就完全上去就会翘边，每个地方都在翘边。所以我现在想的是用我的那些小木龙骨给它做一些框架。好了，我的木框架打好了。现在我想要在上面再去贴一张我的这个纸。啊，来吧。现在我要给我的大树贴上一点树皮。主要是现在剪的树皮都不一样的颜色，它跟它们完全不一样。卡 bug 了，这下子。因为我本身剪到那棵树是个白的，但是我剪回来的树皮是深棕色的。我突然想到，我今天有带一些轻粘土。因为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如果只去找树干、树皮的话，我很难找到和树干颜色一致的树皮，所以我想了一下，可以先铺轻粘土，因为我一会儿可能还要再在这个上面上色，所以我可能没有必要直接用树皮，可以先用粘土做基底，再加树皮可能会更好。现在我要去调一个树干的，就是枯树枝的颜色出来。第一步，上一个
不深也不浅的中间色调，给它铺过去，用深一点的颜色给这个树敲出一个暗色调。在我画的这些里面做一些树干进去，一边画一部分，然后粘一部分，让它真假掺杂在一起。然后把整个树干全部重新上一遍色，再用小刷子上一点细节，最后给它铺上一点青苔和一些植物。为了这个方案能够完美融入环境，我几乎是想尽一切办法，就肯定想要去成为这个捉迷藏之王的。我说实话，从这个地方看，它很像是一棵原生树。你的方案每次都很惊艳。小鱼老师那个方案真的是手工的巅峰，好逼真。这不是换了个树吧？就是完全就融入在那个树林里了。今天的捉迷藏之王应该是他了。各位玩家请注意，距离躲藏结束还剩2小时。这是你新做的。对，然后这个电表箱打开会炸，会炸。对，怎么做出来的效果？一个小的锂电池带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4颗电池带动了一个电子火柴。啊，那个电压多高呀？电压不高，就是吓一吓张心动。哦。草鱼老师这个方案就很硬核，楼梯底下的空间的那个隔板是他手搓的，看上去完全是一个很自然的痕迹。包括他的电箱，他自己做了程序，他其实利用了人天生对这种电的一种畏惧感，所以张心动就算打开，也不一定能继续搜查下去，有可能会被吓到。所以我觉得我心中的捉迷藏之王是他。OK， 我们现在这个下盆已经切好了洞，然后贴上了亚克力板实现密封，然后组装上了油桶。哦 ，OK， 我们来试一下。哎，啊，好 ，Hello， 小蒋这里需要人来一下，楼哥或者小马。手工达人娄家豪闪亮登场。来，楼哥，你踩这边的。到时候我也会把油桶固定在地面上，让它只能从上面打开气阀。我是个。哦。这完全不行，真起不来。哇，到底是清华的。哦，谢谢你，谢谢你。你看，我就给它撕。你不要。撕不开。我害怕。打开这个气阀之后，就能打开盖子了。这样就可以了。OK， 今天的这个方案是我最满意的一个方案。这一期是有史以来最难做的一次道具，然后我也很好的把它完成了，呈现出来了非常好的效果。我现在要去找我的躲藏地了。我觉得澡堂子和洗手间门口也比较合理。哎，我觉得这个角也不错，就是因为这边全部都是这种冲凉的地方，那我在这儿放一个蓄水桶、热水器是非常合理的。哎，我觉得这里也可以，这里它应该原来是接了有水管的，然后我一会儿把桶放在这里过后，我可以把这个水管杵在我的那个气阀上。然后这样的话，张心动都不一定能发现气阀。然后有这个水管连着的情况下的话，他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在这儿储水的，有进水出水。我上一期做了一个那个出水进水的水管子，然后蓄水箱。当时是想做潜望镜，让张心动找不着。哎，他果然没有找着我。这次我又搞水管，张心动，你能找到我吗？我觉得你不行。我觉得我刚刚选的那个地方超级无敌棒。我感觉选完过后，直接就拿下了呀！这谁找得到我呀？箱子做好了，这种木板箱是做捉迷藏玩家的基本功啊。对，我们现在做的跟我人差不多大，90公分左右。我还得往下挖一点，我先进去试一下吧，要。有啥问题啊？鞋子放旁边就好了嘛。够，完全够。你看，
就往下挖深一点就可以，要把这个东西多完善一下，远一点。沙子没有泥土那么硬，整体比较松，我自己就可以完成。现在4个柱子都做好了，然后最主要现在要解决这个这个柱子跟我躲藏地点之间的呼吸问题，可能会考虑这个 PVC 管子，然后从这个底下进来，这里掏个洞，从这里穿过来，在这里呼吸。距离也不是太长，这个是个很严峻的考验，我们试一试。今天必须拼一下。我平时还比较追求那个舒适性，对不对？在场地里面拿个小板凳坐着，但是在最后一集我是完全抛开了这些因素，我把鞋都脱了，披头散发，然后头上是沙子，脸上是沙子，身上全是沙子，我都不再去考虑这些因素，我只是想做一个纯粹的躲藏。这次胜负欲特别强，我觉得目标一定是捉迷藏之王。各位玩家请注意，距离躲藏结束还剩30分钟。马老师，你说需要人把你埋了？把我埋进去就可以了。马奇老师，哦，你都脱鞋了？我鞋都没穿，我怕我的脚印。马奇老师这个稳了，鞋印扫一扫。好的。扫帚在旁边，那个红色扫帚特别好。交给我们。总决赛一起加油，猎人肯定不能赢，对吧？加油！哎，拜拜，加油！这个应该是找不到了。突然有种太空驾驶舱的感觉，你看，要呼吸就这样。猎人除非把这片沙滩翻个底朝天，否则别想找到我。捉迷藏的王座我未免定了。马奇老师，我们走了，把你鞋也带走了。OK， 加油！这次绝对不能让马老师的鞋被他发现。米兰那集，他的鞋露在外面被猎人发现了，然后这一次他的鞋也在外面，我就赶紧拿起他的鞋就跑。我说这可不能让猎人找到。他说沙滩上出现一双马奇老师的鞋，但这整个沙滩都会被猎人全部挖起来。小马要帮忙吗？小马要进去了吗？准备进去，时间不够了，赶紧的。紧张。希望大家能活埋我，不要埋的一点踪迹都没有，好吧？好，那我要进去了。Come on， 拜拜拜拜。加油！拜拜，加油！开工大吉！哦，我的天哪，我温柔点，温柔点。对不起，慢一点，慢一点。没事。哇，好爽啊！哎呦，这个方案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藏进去以及收尾的工作。笑语、楼哥还有花花，包括队六，他们都来帮我铲周围的沙子，让它尽量平整。啊，花花在拿那个扫把一直在扫周围的足迹。我的方案是大家一起帮我去完成的。它这上面可以盖呼吸口不能。这全是真的呼吸孔是吗？对，这个都是呼吸孔。它就是要围一个土包包。可以的，家人们，你们盖吧，我觉得可以。谢谢大家，感谢感恩。捉迷藏之王请我吃饭。没有问题。小马加油！加油！我挺有信心的，因为你想偌大的沙滩上面，其实这个沙滩上有很多杂物，它如果全部去把这个沙滩走一遍的话，都1个小时过去了，就是很难被找到的一种躲藏方式，所以这是我的信心所在。我一定会撑到最后。你们谁需要收尾？需要，太需要了。那咱先去把这手艺收尾了。第一期帮所有人收尾，最后一期帮所有人收尾，有始有终。我们本来就是双份的劳动力，今天我们就是一定不能让猎人拿到捉迷藏之王。我现在把吉利服先换上，就差不多就绪了。待会儿我的队友就会过来帮我了。这个吉利服是我之前做好的，我找到2个这种户外的这种小披风，拿去用一下先。把这种飞的树叶涂一点点。来，我们2个 OK， 可以吗？这样行吗？这样可以吗？行。我在南林一边里需要帮忙收尾。我来了，杜六马上过来。我要进去啦！拜拜，我进去啦！坚持60分钟。可以吗，小鱼？可以。那你膝盖小心点，我放啊。放。把这边先挡着。先找点树叶了吧，太沉了，树会。OK， 我走了，小鱼。拜拜。加油。我对自己躲藏的方案的信心其实就是100分。
请问有人来帮花花收一下尾吗？花花，你要收尾是吗？我来了。哦呦！我帮你收了。Hello， 快来快来，你把木板给我铺上，然后上面给我盖点枯叶。拜拜，大家待会儿见哦。我那个就是一个不起眼，就是它途经的一个东西。一棵树，你去翻一棵树干嘛呢？张行动绝对找不到我的。来，芊芊，我们脖子带一下，真听话。来，我给你吃肉肉啊，好不好？我们带起来。这都是你们吃的啊、哦！你看，很多。哎呀，哎呀，欢欢乐乐过来，妞妞，有吃的来，拿，来吃东西，这里吃东西。对，好狗，张一诺，来抓我吧！我要当这一季的捉迷藏之王！拜拜！快点开始，我吃的不多了。Hello， 有人吗？这儿，这里最里面。Hello。OK， 我要准备先进去了。来，我进去之后，帮我把桶固定在地面上。我要进去喽，加油！好，可以吗？可以，测试一下看能不能抬起来。螺丝我已经帮你拧好了，拔不动。好，放心吧。好，谢谢。张心动不是自称说是蛮王吗？那我今天就要让他去抗衡大气压，看看他有没有抗衡大气压的实力。我们两个协助一下。好，我先进去。那我进去了，拜拜。这个箱要露出来的是吧？对，露一半。你左上角推一下，你左上角对 ，OK。OK， 好。我这次的方案可以说是全面升级，猎人绝对不可能找到我。哎，太累了。今天最累的就是帮助大家收尾，因为大家的躲藏方案离得都很远，相当于在做折返跑，在沙滩上完全跑不起来啊！这是一个斯巴达挑战赛。对，这一期毕竟是捉迷藏之王的争夺赛，大家的躲藏方案都很拼，有埋沙里的，有躲木头里的。有利用物理原理的，我们就很怕就是我们收尾没收好，然后就是让猎人发现了一些漏洞什么的，所以都尽可能的把每个细节都做好，才开始自己躲藏。队六呢？你们还好吗？我们已经收完尾了，我们在自己这儿躲的了。我们进去了，一定要拿下捉迷藏之王。躲藏时间结束